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上一集影片讲到，有一部电影改编都市恐怖传说，不存在的车站，平行世界入口吗？1/2月台，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带您去看。有一部韩国军方改编真人真事恐怖电影传说，据传在越南战争神秘地方阿高地，传说在越南当地人令人不安境地，诡异的境地，带你去看历史上真实发生，更被韩国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的伪讯号事件。在越战时期呢，越南有一座会吃人的小岛，被称为阿高地，军人只要进到这块区域，就会一个一个离奇消失。1949年大军有12名士兵人间蒸发。1972年650名的美国大兵也诡异失踪，韩国士兵更有数千人在这里失去联系。除了会吃人小岛上，还不断出现已经阵亡的士兵，传出的诡异求救讯号，这会是跨越时空的求救讯息吗？历史上唯一的生还者被发现时，他的双眼失明，他在失明之前的最后一刻，到底看到了什么？带你去看这期历史上真实发生，更让韩国军方下令，至今封口不提的阿高地之谜。电影中的对话真实发生在1972年2月2日的这天晚上，人民士兵在越南的韩国军事基地不断收到求救号，悲惨的反复求救声中，仔细听背景还夹杂住枪响。收到讯号的士兵急忙向长官报告，知道出事地点出动救援，但讯息号断了该怎么办？根据代号听出端倪，士兵吓得一身冷汗，因为野离3号早就全属阵亡，哪来的求救声音？头上包着纱布的士兵是失踪成员之一，是军方发布的9名失踪名单上唯一幸存的生还者。被找到时双眼失明。韩国军方明明派出9个人，最后只有1人生还，剩下的8名士兵莫名消失，人就在岛上，怎么可能不见？根据韩国军方资料，这起越南小岛失踪案件被列为最高机密，不得公开。根据这名已经双目失明的年轻士兵的描述，他曾经在阿高地见到了比敌人更可怕的东西。对军人而言，还有什么会比敌人更可怕？唯一生还的士兵说，岛上真的怪怪的。所有的诡异事件都从这一台收到死亡士兵的求救讯号开始说起。求救声中的代号野离3号，在当年是韩国的特种部队，总共有18名队员被派到越南小岛之后全体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这些求救的凄惨声音来自6个月前的一支韩军精锐部队的小分队。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不断发出求救讯号的18名韩国士兵，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证实阵亡，而接收到的失踪人员所发来的断断续续的求救讯号，也成了这6个月来唯一的线索。诡异信号闹得军中人心惶惶，军心涣散，没人敢到岛上作战。1972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派出一支9人组成的猛虎部队，前进越南小岛，除了要搜寻失踪的18名韩国士兵，同时要破除岛上的诡异传闻。这支部队就是号称韩国最强、没有之一的猛虎部队。猛虎部队的前身是在韩国久负盛名的白虎团，曾经在朝鲜战场上非常的耀武扬威。9人组成的猛虎部队搭船前往越南这座号称阿高地的小岛，进行寻人任务。没想到这一去，根本是踏进鬼门关。9名士兵抵达之后，有人提议一起拍张大合照，没想到这张照片成了最后的揭秘关键。왜 소풍 나온 줄 알아? 아니 뭐 시작하겠습니다. 한 장 찍자. 拍完照后，队员开始往丛林搜索，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部队休息之处刚好发现一个墓碑，冥冥之中像是刻意要让队员看见。호수에 빠뜨렸다. 그래서 호수를 메우고 그 자리에 사원을 세웠다. 拨开草丛，赫然看到一个石碑，上面刻着不归门。还记得刚刚拍的那张大合照吗？9名队员踏上小岛的那一刻起，所有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毛骨悚然。注意看照片上8个人，加上给他们拍照的一共9个人。等拍完照片再出发，整个小队变成了10个人。多出来的隐形士兵到底是谁？难道这座小岛上真的不太平静？呼气设备断断续续，而高地似乎与外界失联。此时，一名家中从事殡葬业的士兵也察觉不太对劲。 이런 데는 절대 물자리 안 써요. 좋은 사람이 안 쓰는 데는 산 사람도 못 써요. 귀신. 大半夜的提到了最禁忌的话题，但就算害怕，也要继续前进，找到失踪的18名韩国士兵。하늘소. 좌표는 현재 위치 R5. 현재 시간은 06시 30분. 07시부터 R.
当浓雾散去的那一刻，猛虎部队找到了高地确定，一脸惊恐地看住前方荒废多年的建筑，不禁开始怀疑这里面会有生还者吗？消失的韩国士兵还活着吗？基地内收到的诡异讯号又是怎么回事？正当所有人一头雾水时，没想到这支猛虎部队的士兵也跟住一个离奇消失，至今韩国政府也没给解释，因为高层下令对外严格封口。这其中所掩盖的秘密，会跟求救讯号有关系吗？小心翼翼进到建筑物里头，残破不堪，像几十年没人来过，人都去哪里了？发出讯号的18名士兵呢？ 이곳은 월남인들이 신성하게 여기는 지역이라 정부군이든 베트공이든 피해간다고 한다. 9名队员兵分2路，分头搜寻失踪士兵的下落。没想到隔天一早，其中一名队员也失踪了。 실종자가 찾으러 왔다. 지가 실종되면 어찌 하는 거고 정말. 翻遍整座小岛也没找到失踪的无暇氏，却意外撞见一处诡异的祭祀人像，最后发现他全身发抖，站在人像旁的洞穴里面。回到高地之后，无暇氏开始检查头盔上的记号，他发现什么异状了吗？就在大家吵成一团，外面传来直升机的声音。Anyway, what made you come up here at night? We can only come up here at nighttime, LT. We can't operate the chopper in the daytime because of the fog. We usually come up here every 4 days just to check the batteries. What made you come up here? Came up to look for my scooters.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right? Came to find our scooters who've been missing for the last 6 months. 听到有士兵失踪，美国大兵立刻想到1950年，法国也有12名军人在俄高地莫名消失。 I sure as hell tell you one thing. One of the VCs did it. Hell, during that time, the VCs didn't exist. That's not a lie in our point. Neither rock soldiers nor VCs can survive here. 当时的西贡，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胡志明市，是南越的首都，在西贡的西南方向200里地左右，有一处高地，常年四季瘴气弥漫。据说一直以来都是被越南人当作乱葬岗来使用。检查完电池的美国大兵离开之后，韩国小队继续想办法找寻失踪者下落。这时候队员发现，通讯设备中出现了法军士兵的声音，诡异信号究竟是穿越时空，还是真的闹鬼？10多年前驻扎的法军不是早就撤退了吗？法军就曾有12人的作战小分队登上了这座小岛，不久之后却全部失踪。随后法军就派出了部队，对整座小岛和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却仍然一无所获。隔天一大早，怪事接连发生，草堆里发现的士兵遗体，证实是队上的忠烈兵，小队里有人丧命。队长赶紧向总部汇报，这一通通联讯号也被韩国军方列为机密对话，彻底封存。 단결 최징입니다. 야, 니들 말년이라고 찾냐? 장난이라뇨. 정일병 말이야. 9人当中多出1名士兵，大家开始回想拍照的那一刻。此时通信兵又在小岛上收到了法军信号，同一时间队长在附近的一块区域发现一整片法军的墓碑，他立刻想起美国大兵对他说的话。 A lot of French soldiers were exterminated here. It all happened so fast. 已经过世的法军，怎么可能从通讯设备跨时空对话？但通信兵确实记录下那段录音。无法解释的现象，韩国军方选择不向队员说明，还要他们在小岛上继续搜索。没想到新发现的一具遗体不是韩国士兵。根据唯一生还者透露，当时他们发现了失踪的18名韩国士兵，但全部都被弃置在一处池塘里面。发现怪事的9人小队立刻呼叫总部，希望派直升机马上撤退，但总部完全不当一回事。就在这个夜晚，所有队员开始产生幻觉，自相残杀，最后只救回1名士兵双眼失明，他也成为了整体事件当中唯一的生还者，但他的描述被韩国军方视为无稽之谈。韩国高层最终对事件的调查被韩国军方列为最高军事机密和进行了封存。尽管无人知晓韩国军方最终的调查结果是什么，但是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神秘的失踪事件很可能只是越南的军队策划的迷惑敌人的一种战术。老旧的通讯设备不断传出死亡士兵的声音，又是怎么一回事？在无线机中播放其求救的凄惨声音。最后越军再穿上消失的敌军人员的衣服，对敌军进行迷惑，营造神秘的气息。这些士兵的军阶与番号都还在，只不过他们的人呢，庞佛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关于小岛的传闻至今没有停过，千名士兵的失踪谜团更是韩国军方至今不愿公开的真相。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